亞江水電站為什麼突然失去消息？一個號稱改變能源格局的超級工程究竟發生了什麼？而在中國地下，還有近10萬座水庫正在面對老化危機。這場隱藏幾十年的水壩風險，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嚴峻。我們來看看老翟怎麼說的。開始講一下有一些人問我的事兒，亞江水電站啊，不管這些人出於什麼心態吧，問我這亞江水電站的事兒，好吧，但是呢，我这烏鴉嘴很準的，我这烏鴉嘴一般都是特別準的。從這亞江開始，我說爛尾，對吧？爛尾還記得吧？不記得去查一查以前那個。我告訴你們，亞江水電站這個項目肯定爛尾。那目前看起來，這個項目爛尾基本上就已經坐實了。這個項目是前年高調進行宣傳，去年7月份在中央層面舉行了盛大的開工儀式。1年多過去了，然後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當太監了，亞江水電站当太監了。我說我烏鴉嘴，你就放心吧，就這種事情我得到的消息都是超級準的這個項目目前基本上可以確認黃了，完蛋了，好嗎？黄了，完蛋了根據2025年7月份，去年7月份中共官方公告的亞江水電站項目建設規劃，整個項目建設周期15年左右，中期節點2030年今年2026年了。2030年達到什麼目標呢？計劃實現首批叫梯級電站或首批機組的投產發電所以你看看現在開工到現在1年多過去了為什麼這個項目叫黃了呢？叫絕無僅有，史無前例。因為中共的習慣這1年多的時間，最起碼大家應該看到關於亞江水電站這個項目中共官方公告的像大壩具體的澆築方量、引水隧道掘進具體計劃各體積電站的具體開挖深度等信息，什麼都沒有所以叫絕無僅有這真是在中共1949年以後所有國家級水電站項目中，這麼盛大開工後1年什麼信息都沒有的，這是絕無僅有的因為目前中共國水電站的建設設計施工十分成熟，所有的國家級水電站三峽、小浪底、丹江口西洛渡、向家坝等等流程都特別標準。開工儀式開始就密集的發布各種公告各種工程參數進展情況，對吧基本上一開工幾乎同步的就是首艙混凝土澆築計劃關鍵時間節點，其後各種東西。國家統計局官方給的數據，各級國家级水電站開工後的信息都要包括什麼？隨時公告的就是詳細的叫混凝土預計和累計使用多少萬平方米，地下凍石開採預計跟實際多少萬立方米，引水隧道掘進預期跟實際進度導流洞貫通預期和實際時間，首台機組安裝預期跟實際時間等中共在歷史上對這種國家級大型水電站在開了以後都一直是有。為什麼有這麼多密集的公告因為這些公告呢是審批這些項目領導政績的體現也是對中共國民洗腦一種重要的工具，告訴你看國家的項目怎麼樣了，怎麼樣了，怎麼樣了亞江水電站呢這史無前例公告完1年什麼信息都沒有，好吧以前跟大家講過，根據国內跟我的朋友的信息，這個水電站的項目又回到中資公司的專家組重新進行論證了這項目也就是出來了，都公告了，但實際上連基礎論證都沒有最少要經過一個產學研也好，官學商也好組成的議題組，然後呢由大量的院士簽證同意這個實施方案才行只不過簽字的院士跟官員要承擔責任，同意就写同意，反对就写反对同意的人数要絕對比例領先，核心領導拍板，項目才能開始落地。大家現在都知道三峽水電站很危險那你們有沒有知道，如果三峽水電站真的出現了問題，
造成了大量人和物质的損失。逻輯上，当年在三峡水電站，上世紀90年代，在三峡水電站這個項目上，所有簽字的專家跟領導，只要活着的，都是要上刑事法庭的。所以雅江水電站這個項目，我當年就說爛尾工程啊，因為整個項目實施顛倒的，在傻逼習近平那兒提，沒有經過系統專家論證啊。這傻逼呢，習近平為了政績，確認高調宣傳，但是最後你得落地啊，你項目得有人做呀。可是你達不到發改委、財政部的項目體系的標準啊，然後那就沒法玩了啊，達不到這個標準，因為財政部、發改委項目體系都是按照自己的政策進行了審批，一個是負責審批預算，一個是負責審批能不能按預算撥款。你的項目流程達不到，那這個体系就沒法往下去落地了啊，這個很簡单啊。那類似的这樣的，咱们的專家也都知道啊，在傻逼習近平上台以後做的這種蠢項目太多了，雄安新區、海南自貿港、國產大飛機、芯片振興計劃、一帶一路等等都失敗啊。這些簽字的兩院院士簽字的啊，那最後的到現在這個在體系內鬥爭的很激烈啊，幾乎都被競爭對手打得腦袋嗡嗡的。所以誰還敢跟習近平的項目，誰還敢跟習近平的事情去做呀？好吧，啊，就不說什麼東西了。然後呢，就是這個幫助伊朗防空系統，哎呀，一直都是中共在幫着做，你有什麼可驚異的呀？只有被發現和沒被發現兩種情況，有啥可驚異的呀？啊，你們現在想好好看看，為什麼美國，對吧？上百名美國人家相關的人員直接跑到越南去調查中國跟越南有關廠子的貿易，這不是一個邏輯嗎？就只有被發現和沒被發現的，中共幹的事兒都是背後用政治目的做的啊。所以雅江水電站咱們都明白了，傻逼習近平說做，高調宣傳，大張旗鼓，然後沒有專家體系要重新進行論證，結果呢就悄無聲息了。這種情況它又不是第一個，當年的像怒江水電站、金沙江虎跳峽、龍盤水電啊、金沙江烏東德水電等等，很多都這樣啊。領導拍腦袋，大張旗鼓宣傳，然後就太監了，就沒有然後了。到現在也沒有看到相關的結果，好吧？啊，中國真正未來面臨的危險啊，其實很多朋友都聊了，還不僅僅是這個三峽的事兒。真不僅僅是三峽的事，是中國整個水電站體系的一個事情啊，就是真正面臨的大的問題。水電站水庫是一個整個國家的體系，畢竟呢，像三峽是1990年以後的項目，儘管它危險係數大，還可以把它算作低危項目中、低危險項目中啊。但是高危項目是什麼？就像這個月廣西南寧的六蘭水庫潰堤啊，數千人可能上萬人死亡失聯，這個才是未來中國整個水庫水壩體系的一個最危險的狀態，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官方公告的數據，目前全中國一共有水庫9.8萬座，9.8萬座，將近10萬座。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9.8萬座裡面，絕大部分是1950年到1970年這20年建設完成的。這是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就這段時間啊，農業學大戰啊，工業學大慶，就這段時間完成的。那大家想想那段時間什麼樣的狀態啊？按照中共當年宣傳資料的原話，叫做偉大的中國人民僅僅通過20多年時間，完全憑借工農運動就修建了超過8萬座水庫。大家明白？那目前全中國9.8萬，8萬多都是那1950年到1970年那20多年的產物
你們就想想那個時候東西會怎麼樣由於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国根本没有批量成熟的水利专家队伍別管是設計、建設、施工都沒有，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建的水庫都嚴重缺乏科學的規劃都有工程技術落後的通病。當年叫什麼？叫三邊工程，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所以這些設計壽命最長只有30年到50年的水利工程項目，早早都已經進入到了老化失效期了，好吧，老化失效期了。所以為此呢，中共水利部每一年跨部门都會有一個叫做并險水庫除險加固專項會議，會議的規模現在越開越大，但是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多。中共由此每一年用來維護這將近10萬座水庫中大量的并險水庫的資金需求越來越大。中共的財政部是專門強調過的，每一年用於并險水庫加固資金的年均增長都在50%以上。官方也有相關數據，2008年到2010年這3年的時候全中國完成了7356座并險水庫的除險加固，中共的中央財政一共才支出了391億元。中央財政到第14個5年發展規劃結束2025年，去年中央財政在14-15水庫除險加固方案中專項中央撥款就超過1000億，而水利部的水利建設同期用於加固堤壩的資金達到多少？1萬億以上，5年1100萬億以上。所以呢，2010年到2025年10幾年的時間，中國這些堤壩除險加固資金每一年從100多億已經增長到每年2000多億了，增長了20多倍，而且目前還在以每年最少50%以上的資金增長。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當年建設的8萬多座水庫基本都有先天的問題，壽命越長，這些水庫內部結構損害的就越厲害，每一次加固要解決的問題就越複雜，花費的成本都比上一次加固更多而且這種對維護到期的并險堤壩進行治理後，儘管這時候這個水庫加固了，但是它後續的使用壽命會更短，到期後還得花更多的錢加固，加固完的使用壽命就更短。所以這種情況下，每一年中國都有新增的數千座的這種壽命到期需要加固的水壩工程，沒有盡頭。那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國務院的研究報告說什麼？說中共國擁有全世界數量最多、平均壽命最長的水庫體系。想看這是優勢和劣勢。這套水庫體系都是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主要建的。因此，水庫的并險治理已經從一次性工程投資轉化為長期持續性的公共投資。大量的老壩需要持續服役未來需要國家財政體系長期投入資金進行必要的檢測、維護、除險加固等工作，且這種投資每年都會快速增長，好吧？所以這才是中共的大問題，大問題你說那6000億是包括周邊所有的工程，水利建設工程。我說這個錢是只為了加固，叫并險，就這2個條件，并險到期堤壩用的錢你那個沒有并險，其他正常的加固水利工程那個錢花的就多了花的就多了。那這些水庫能不能搬移或者做呢？悲劇的是幹不了。全國這種海量的并險水庫堤壩都沒辦法進行放棄。因為絕大部分水庫堤壩的下游都已經發展出了成熟的城鎮、村莊和農田一旦這些堤壩要被放棄了，那積累了幾十年的堤壩淤泥水流可能直接
就把下面所有成熟的生態跟建築体系都破壞掉。而且呢，你要干这個事兒啊，要把它毀掉，你也得把下游這些成熟的生態建築體系搬遷啊。但是對於搬遷這種少則數萬、數十萬，多則數百萬這種項目的地方政府替代性工程的資金，哪個地方都沒有。所以現在擁有全世界數量最多、平均壽命最長的水壩體系的中共國，就陷入了一個歷史欠債和现代財政能力嚴重不足的一個完全對立的死結，局面就成了廢棄的水庫炸不起，推倒重建建不起，每年花費數千億財政資金，很快要上萬億資金，不斷給這些老水壩貼膏藥打補丁，但是怎麼貼膏藥打補丁都沒辦法阻止這些水壩越來越老，越來越危險。到生理極限的時候，不管怎麼加固，這些水壩都可能一次強降雨或山洪中就決堤了，造成一個嚴重的災難。那現在呢，中共財政咱們也知道越來越緊，財政越來越危險啊，所以呢，這種事情就是這個決堤，然後下游很多人出現人員的死亡、財產的損失，也是必然要出現。這種必然在國內都躲不過去的情況已經太多太多了。中國國人啊，養老的也好，生育的也好，疾病也好，中國艾滋病的病人總數比美國都多了，新增病人大大的出現，各種性病、各種嚴重的疾病啊，然後污染的這個東西也好，治理不了、解決不了，越來越多，能源的消耗也好啊，包括像咱們這種物業的撤離，大量的房地產建築未來沒辦法有基礎的維修跟維護也好，還有像這種水壩啊，所以呢，給大家提個建議，如果你居住的環境是距離水壩啊不是很那個什麼的地方，一定建議就是如果這個水壩是比較老的或者有危險的，趕快搬家啊，不搬家你在這個水壩這兒就可能出了一個大的問題啊，就可能真的出了大問題啊。所以就沒辦法，就是咱們住的這個環境，很多時候中共國的這個相關條件，我不知道在這個國家你有什麼地方是可以變得安全的。一座水壩連接的是一片土地，一套基礎設施考驗的是一個國家的長期能力。雅江水電站的未來還有待時間驗證，但中國水利體系面臨的老化挑戰已經無法回避，歷史留下的問題最終都需要現實來回答。